败方选边 ，TDG 选择了红色方，红方。但因为上一把 TDG 把鲁班7号用了，这把看 AG 要不要放鲁班纳什。公孙离、毕利班、空旷儿，张良，女娲。 AG 这一把是有盾香的，也可以考虑啊。这把 TDG 有沈梦溪，这把肯定是有什么就一起掏了。对，你不用最强战力也没什么可省的。袁坦，你要省到哪儿去用呢？他这么掐指一算，两边粉丝都很害怕，都很慌，还是少掐。对 ，TDG， 哦，敖影其实公共英雄池了，上一把感觉他是被针对的挺难受，这一把直接先把射手抢了，有可能防了 AG 2、3楼的敖影加朵利亚。啊，孤独。这是长沙话吗 ？AG， 盾香拿不拿？只和理想结盟，马超，纯洁立誓。这个马超，针对敖影先出英雄。盾山，这样的话，双香肯定会被ban掉，应该也是 TDG 这边后续可能3ban射手。我们在被淘汰之前先提出了盾山加马超这个概念，但是我们还没有测试。这个概念是怎么个说法？因为当时就是拆那个曹操嘛，对，所以说我们就对位选一个打曹操的，效果怎么样？这一套我们还没试。它是个什么样的？它在你的设想中是个什么样的画面？就如果说他也一直不掉的话，他可以追着抽，就慢慢的去拉扯。对，马超机甲。对，就是，但是这个我们没有测试，这把就给你来测试了。刚好给我一个画面。对，孙尚香肯定是不给了。TDG 3楼是锁的真机，打圆坦和盾山比较好用。做马超是一个很好发挥的局啊。老夫子还在搬青青，这个班位，这个英雄的含金量还在提高，就冲他占这么多班位，他就值了。确实。镜头给到了一诺，因为 TDG 在疯狂的，可以继续搬射手。我感觉一诺要玩吃叉了，是吧？也可以做个盾山。对啊。那 TDG 最后一楼搬不搬呢？这边看你搬不搬了。这边是 AG 粉丝的区域。司空阵。司空阵，因为 TDG 的前3楼是去输出的。最后一个班位。是不是还要给射手？小乔，打一下，点不点？小乔 ，AG 搬个苏烈，看有没有吃叉这把。TTG。先出哪个位置？他还有肯定张飞吧？我讲来讲 ，TDG 还有张飞，这个位置能去 counter pick， 游走还是对抗？但是有点太弱了，看他怎么搭配了。他主要鲁班纳什，鲁班纳什配合其实有点防盾山这边举这个人进场的意思。9星的本命英雄，鲁班纳什，但这个阵容怪散哦。因为这把射手是敖影不需要绑，如果盾山举这根进来的话，鲁班纳什可以开。大师吃开盾山还蛮有意思的，吃炸配盾山也是一个好选择。到4级的时候发一路就是斩杀。哇，这是什么暴雨梨花针组合？有坦度，加盾山也有开团，有消耗。但大师拉盾山很有意思。就是你上面的、下面的哪一个被控，全在你那个盾马的那个。我觉得幻想掉应该会掉下来。哎，这蒙恬选的蛮好的，这时候蒙恬倒是选的蛮好的，但是，蒙恬这个英雄非常怕吃叉。
展开说说呢？你等一下看看画面你就知道了。叱咤贴近蒙恬，可能2秒钟就把他杀掉了。因为单位太多。是的，电刀一直在电，就是因为叱咤这个英雄是这样的，他的出到法球装的时候，特别是2件套之后，他其实他的那个攻击的范围包含了他的所有的那个路径穿插的范围，包括他背后一点的范围跟周围的范围。所以你的单位越多的时候，他那个法球流的伤害就越爆炸。是的，而且这把 AG 可以玩线啊。哇，那还像你还要加上阿古朵。对，但是阿古朵就还好，因为不太贴身，集中，对，不太贴身。但蒙恬就是看到叱咤怎么就会感觉你我开大也不是，不开也不是，开大我2秒钟就死掉了。就是我的部下害我。对，是的。不开我的部下不救我。是的，很难受。那怎么办呢？那面对这种情况，他该如何自处？面对先动手，先下手为强。没办法。TDG 这把是一个打团的阵容 ，AG 这把是一个玩线的阵容。马超在中后期带线，没有人能管他。好难处理哦。对 ，AG 这边只要让马超先过线柔来正面打团就行了。TDG 是不能打3线的，只能放线来正面打50。一样的，其实 AG 的团战也很强，他这把唯一被限制的就是嬴政，因为嬴政他其实面对这个蒙恬跟阿古朵嘛，他不太好发挥。对，但是说是感觉好难打。谁？我感觉 TTG 的嘛，不好打。对，我觉得 AG 这个阵容是非常强势的，然后前中后期都是特别好的一个阵容。那这个时候就只能，但我觉得 TT 应该把这个叱咤给处理掉的，因为我觉得他抢敖影抢的特别好，事已至此，对，没办法，就没办法。他可能得在马超清线的时候，正面得看9星鲁班纳是有闪现的情况下直接闪拉，强行去开一波，打一波 AG 的吊顶。该开就得开，该凶就得凶啊！你如果等 AG 这边处理完兵线再来接的话 ，TTG 很容易就被拉扯。哇！到这一局了，甚至还有盾山的体系在，甚至还有，如果要拿的话，前3轮还能拿到盾香。这一把看阿古朵会不会受到骚扰？对，我觉得他线上还是相对有点弱了。是的，不管中线，特别是中线。第一波中线就比较头疼，还有个盾山强化边线的。下路敖影这边也是没线权，等于你没有线权的情况下，其实你在单带上又并不好处理。然后再加上打野是个阿古朵，对，就是 TTG 这个阵容其实有点输死一波的感觉。其实 TT 这个阵容，我觉得他理想的画面是什么？就是我阿古朵每一波出野区之后，跟着蒙恬，去利用蒙恬跟阿古朵这一套强势，对他们两个的技能组合去做一波强势的这个进攻。事已至此，阵容已不能改变。接下来的选择只有把比赛交给选手了，到底有没有巅峰对决？蓝色方成队商会，红色方广州 TTG， 比分3-2。AG 直接中伏抢线，终于进到了对方红区，但是在骚扰，清线太快了，这个清线速度完全不在一个档次，打得太慢了。嘉欣拿完蓝 buff 直接过来协防了，赶过来，预期来得走了。这样的话，两边打野的速率差的有点多了。那我感觉还行，就是对于 TTG 来讲，掉一组山豪能接受。AG 得迅快帮中野提速。对，就中线慢这么多的情况下，丢个山豪要来了。把红 buff 拉到槽里面来。直接要开碰吗？超杀，打一波状态。但是其实吃下的这个阶段是有点弱的。也许没什么压力的，这里还是得鸡蛋一手盾山的。走了，毕竟前面的减伤哎，这个位置要被留了。压住位置，但滚得非常快，但后面还有人。交闪现。是的，有链子，一枪调角度，传上新的2技能。这一波2闪没飞到。好像是卡了一个极限距离，有点危险啊。对，这一波进去好进，出来是真难出。盾山在前面，无论是攻防都太厉害。这个也很有意思，他这个主动换线，他如果不换的话，就可能是一个3路列；换的话，可能还让蒙恬这边好受一些。敖影那边的话，等一下也是3路列。敖影那边很难受。现在还行。对，现在还行，但是等一下他也会列的。到4之后是吧？是的。哎呦，哎，闪出，还有一枪，直接带走，自己也难活。哎呦！为了去追大帅啊，交了全部技能。这一剑吃的有点满。
阿古朵其实不回头就好了。其实杀不杀也就是蒙恬那一下出的事情，就最好的情况其实是1换1，但这下有点搭进去了，在吃播中，节奏起的有点快啊。开始做野区动作了，这把的经济应该会拉得很快。开扫打状态，这个是2个人头的嬴政。劫星者，把线换回来，还是很难打。哎，知道大帅没闪，是的大招8体规避了一下，要长生的闪也非常果断。就后续的这种画面会出现非常多，就在9星有闪的情况下，一定要找机会去开的。小雪这把也有点难受，感觉他都不知道自己该切谁。看一下这一波2打3 ，2分钟的红色还没打完，啊，回拉，这波其实挺极限的嘛。看到盾山残血了，但其实到这儿确实阿古朵可以考虑不跟了，因为这个要戳死你，已其实也就经跟他没关系了。对蒙恬也就戳死了，戳不死嘛，你也没必要追了。这个4分钟如果再接一波炸的话 ，TT 这把应该是会非常非常大的劣势。是的，关键选手叱咤和蒙恬都有点对抗路对线的味道。我觉得我 TT 这边放墙上了像是没办法了，因为他没有很能发挥的，对，没有什么很能发挥的东西了。我觉得唯独的可能就是刚才阿古朵利用他的速率，听机先传，这波龙团 TDD 是肯定要打的，他不能再退了。这边其实 AG 最好拉扯一下，不行就给但是阿古朵大招掉了，大招，这个马超已经在边路做视野了先开扫， ，TDD 得赶紧 run 龙，然后角度，蒙恬顶上去，大招一冲，直接带走。嬴政这个位置是有点太不小心。其实这一波在渲染没过来的情况下，正面其实最好就看一下就给了，就可以考虑。就大不了就让袁坦可想用大招能不能去拼一下，不过不行就大招回来。那其实真的今天打的今天这个比赛强度到这儿，稍微没那么集中也但很正 TT 这波人打回来真的是不容易经历太大功了。对。他们也是特别希望在形容期接驾的。哇，你要这个马超一会儿开始无限搞的时候，你就很难处理。飞过来，但是少人的，跟上控制，持续掉点了。再拿一个其他加一片红区，但 AG 现在也不管，马超能不能把对方的红带？反了？已经在反了。是的，嬴政拖延一下。TDG 想推下2，应该给波压力吧。走了，这波有蓝区的。好在这波 TG 的红是被渲染给反到了，不然这波很亏。但注意一下，马超现在是全场的经济第1啊。就这个点，对于 TDG 来讲，如芒刺背。他其实很难发挥，主要是蒙恬太被这个叱咤限制了。这种金像节奏对于 AG 来说是非常能够接受的，只要另一边能够推塔的情况下，渲染这边就得往后拉。落地，顶出去，再技能侧面队友到了，太灵活了，没有打。但是即便这样 ，TDG 经济还是落后的，拿那2个头之后，主要是 TDG 现在只能打半区，找机会开团，AG 是可以完线的。确实还是 AG 的阵容让人看起来容错率要高很多。那到这儿呢，其实要看发挥了，主要还有一个马超，不好处理。这个马超让人很安心。就是我刚才说那个点，对哪怕你这边在掉人头，你只要看到这个马超的经济一直往上涨，一直带。是的。对 TDG 来讲，始终头顶上悬着一把剑。这波要进红了 ，TDG 这种是得提速的。走过来，找角度，蒙恬开大招，B 位置，侧面顶上去，开个大招，再卡位置，拉走。但袁坦这波非常顶，马超在侧面，一枪带走，再进，飞再出下，拉一枪，再跟2连击破，控制不住，绑住蒙恬，再补一枪，3连决胜。哇，太难了！这波已经想好了，等一下还有再继续超杀，插一下，马超跟进去，无坚不摧，是一波伪厮杀。就前面打不过是因为马超不在，这一波已经想好了要去守红区的，把渲染给叫了过来。就是 TDG 这个阵容，当马超出现在背后的时候啊，
不管是开了大的阿古朵，还是真机，还是all in，没有办法，就你真的没办法。正面轻轻可以顶住，不让过来，就算吃炸打的疼，我可以在正面把他全都吃掉，哪怕我死了，你想从正面去碰我的队友，你先踏过我的尸体。但是如果你的背后被马超绕后了，你怎么办？这个真的没办法解决。这一波团打完 ，TDG 就有点难打了。你们该离开。他本身就没办法一起往前冲，因为他的这个阵容的不是特别真机。但真机呢，如果他面对的是一个切入型的那种战士，他用大招还能限制一下。这个马超吧，他来回一拉一扯的，真机也很难受。你看正面拉到领先，但是没队友跟。正面蒙恬可以挡，但挡完背后进来的人怎么办？云坦和马超侧面2个杀了出来。一拉一扯就脱节开了。其实大师这波如果不脱节开的话，他们还是能打一波的。就大招不能第一时间交，可以等待着云坦和马超进场。闪现、超杀、铺垫、攻城身退，马超出击，拿下一波几乎是4连超凡。但这波打完之后，渲染的经济直接来到了6500，经济差拉开了4000啊！现在外面的东西 TDG 就只能放了，几乎无解。他们现在只能守塔打了。看真机和鲁班纳什的 combo 能不能接一下。经济排行渲染马上7000，破晓，前3全在 AG 手上。感觉现在如果没有点奇迹，很难办。而且 TDG 他们也不是一个拖后期的阵容。是的，列阵。而这个问题正面打不死人呢。渲染进场，2段侧面过来，你看2差1枪，但自己被动了一下，动自己拉扯，里面有伤害没有？阿古朵跟了一下，但是打不掉啊。马超非常有钱，幸好这波渲染足够有钱。是的，感觉不然有点危险。对。就赫茨这边压力巨大，感觉。这波我觉得他已经打得蛮好了。是的，拉扯2波加动，已经把后面马超顶住了。这样10分钟龙团的话，只要渲染找到一个合适的侧面或者后面的绕后位置 ，TDG 就基本上看不了了。很难接啊。对，最好就直接放了。他主要再让 TDG 团战做选择题，你是管正面还是管后面？两边都有人，你只能选。搭把手。9分50秒。马超的经济真的让人太安心。对 ，TDG 这个站位想换龙，但是 AG 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。看到你大部队都在左边的区域，5000经济撑。这个时候对于 TT 来说，出来打是唯一。看中医的位置，退是不能退的。横插对方红区，可以绕后。所图甚大，他想给你包饺子，就是跟你打架。他一波全吃了。卡住位置，真机的位置放得很好，但是马超的侧面拍马赶到，往回一转进来2枪拉扯，嘉欣鲜美，原地动自己的真机站起来之后，面对的就是一个满状态的马超，因为很难把奥义飞回去之后，但他没有输出环境，青只能尽力保住自己的射手，继续卡位置。但是另一边他也要尽力了，他已经没有技能了，最终是 AG 打了一波0换2，因为10分钟之前已经看到了 TDG 的大部队在中左半途。直接选择了一波3个人横插对方红区绕后，太关键了。这条龙看不了了，其实前面就想换龙的，但 AG 非常知道自己的强度，对，就已经看到视野了嘛。在他的眼里，你换龙就叫我吃亏。先拿暗影主宰，上来想抢，但是只能搏一下。白野哥是13个。就他在远端线的时候，他反了无数的野，直接开双龙，一点机会不给。现在 TDG 出不来了，就只要高地撕开一个口子，另外2个塔其实也就用处不大了。这波 TDG 还想看，他觉得放了就是不拼也没了，他觉得放了就是慢性死亡。没有带线，直接给了一个绕后位置。等会儿看，嬴政大招劝退，一诺觉得就来回拉扯，看这边能不能打起来。重施上一把是中来了，往后绕，走进来，他绕后，开技能，反甲一顶，找输出的位置，另一边边打边撤，嘉欣顶不住了，奥义反围鲁班纳什往后走，那边还有3个马超再进场，横扫千军压2枪，终于攻城身退，但也成功2连击破，再接超杀崩1枪，怎么办？这个好像已经无从防守了。这样的话，随着兵线的到位，
今天这场旷世的淘汰赛即将拉下帷幕，继续进来就行。拥有胜者组名额、向鸟巢门票发起冲击的队伍，他的名字是成都 AG 超王队，依旧保持连胜，也依旧保持自己的 BO7大赏连胜，且将连胜场次突破到了19场。